乌俄最新战报，俄军在哈尔科夫集结部队，即将发起新的袭击。乌军无人机突袭俄本土，图阿普谢炼油厂起火，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遇袭。俄战机紧急出动拦截 B-52H 轰炸机。北约援乌新动向，英国为乌克兰重启工厂生产炮管。当前的乌俄战场，俄军仍不计代价向前进攻，试图给乌军造成压力。在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在赫里伯克村附近部署了新的突击部队，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进攻做准备。7月21日，霍尔蒂查集团发言人纳扎尔·沃格申表示，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州赫里伯克村附近部署新的突击部队，包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第155独立海军陆战旅与第18军团第11摩托化步兵师的突击群，为新的进攻行动做准备。赫利伯克村位于哈尔科夫州北部，距离俄罗斯边境7公里，距哈尔科夫市39公里。之前一段时间，乌军计划在赫利伯克村取得决定性胜利，不断向该方向增派援军，使用大批战术突击分队来挤压俄军防线，逼迫俄军防守部队撤离赫利伯克村，并在利普奇西南和正南面集结步兵分队，计划在这儿达到一定规模后，对赫利伯克村的俄军发动总攻。为了避免局势失利，俄军只能选择派遣增援，只是注定杯水车薪。俄罗斯在5月10日就已经对哈尔科夫发动攻势，但时至今日也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反而损失惨重。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俄军在哈尔科夫东北部地区的失败推进中，大约损失了2万名士兵。这次增援赫里伯克村只能进一步扩大损失。另一边，沃夫昌斯克已经成为哈尔科夫最激烈的战场，俄罗斯军队继续重新集结部队，以进行进一步的攻击。按照沃格申的说法，俄军第47坦克师第153坦克团的一个突击旅已经撤出战场，阵地由第44军团第128独立摩托化步兵旅与阿赫马特部队镇守。俄军第41摩托化步兵师第72摩托化步兵团的额外人员已经抵达比尔格罗德地区的穆罗姆村，以补充俄军在哈尔科夫的兵力。此外，乌军对俄军本土的袭击也在继续。俄罗斯的图阿普谢炼油厂与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遇袭。7月22日，俄罗斯国防部声称拦了75架乌军发射的无人机，其中在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上空拦截了8架无人机，在罗斯托夫州上空拦截了47架无人机，在比尔格罗德、沃罗涅日和斯摩棱斯克州各拦截了1架，在黑海和亚速海上空拦截了17架无人机。按照俄罗斯的说法，无人机碎片落在了图阿普谢炼油厂，并发生了2起巨大的爆炸事件。不过事实到底是无人机击中的，还是碎片导致的，相信各位都有自己的判断。这已经不是图阿普谢炼油厂第一次遇袭了，在5月份的时候，该炼油厂就已经紧急关闭过。据基辅独立报的消息，该炼油厂每年生产1200万吨产品，其中大约90%都是用于出口。此外，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附近也因无人机袭击发生了火灾，但目前并没有进一步的损失报告。不过按照罗斯托夫州州长的说法，由于掉落的碎片只有干燥的植被着火，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在4月份的时候也因乌克兰的袭击导致6架战机被摧毁。7月21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在巴伦支海空域监控设备发现了一组空中目标靠近俄边境，为识别空中目标，俄军米格29和米格31紧急出动，并在巴伦支海上空拦截了2架 B-52H 轰炸机。7月20日，英国国防部宣布重启谢菲尔德锻造厂，恢复锻造火炮升管的能力，以满足乌克兰的需求。目前，英国计划恢复生产105毫米 L19 火炮炮管以及155毫米 AS90 的炮管。此外，英国还计划向乌克兰提供20亿英镑的贷款，每年拨款30亿英镑来帮助乌克兰，并购买新的弹药、炮弹和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德国的爱国者也已经抵达乌克兰。7月21日，泽伦斯基表示，来自德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已抵达乌克兰，这已经是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第3套爱国者，可以大幅度提升乌军的防空能力。不过对于乌克兰而言，这些完全不够。泽连斯基在最近几周接连强调，乌克兰需要的爱国者数量在6到25套之间。除此之外，克罗地亚向乌克兰交付一架 AN-32B 货机，波兰米格29战机可能在6个月后出现在乌克兰。
7月9日至11日，美国与德国在华盛顿召开北约峰会时宣布，美国将再次在德国境内部署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导弹系统，包括射程2500公里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斧，以及 SM-6 与新开发的高超音速导弹。7月21日，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表示，支持通过在国内部署远程导弹来威慑俄罗斯的侵略企图。按照贝尔伯克的说法，德国必须通过加强威慑和增加远程武器来保护自己以及波罗的海伙伴。7月18日，路透社报道，意大利首次将一个航母打击群部署到印太地区，参加与美国盟友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军事演习。目前，意大利的卡伍尔号已经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参加漆黑军事演习。漆黑军事演习是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主办的军事演习，2年一度。该演习基本是在弱光条件下进行，所以被命名为漆黑。意大利派遣了23架战机参与此次演习，其中包括8架 F-35B， 正在与盟友一起进行空中战斗、打击和其他行动。目前一共有20个国家的140架飞机参加，包括美国的 F-2猛禽与澳大利亚的 F-35A、F-18战机。此外，菲律宾也派遣了4架 FA-50战机，与大约162名人员到澳大利亚参加漆黑军演，这是菲律宾空军60年来首度派遣战机到海外。漆黑演习在8月2日结束之后，这支1200人的意大利航母打击群将前往关岛以及日本，并且还将在菲律宾开展人道主义工作。据军文网站7月17日报道，德国陆军为了能够将 AI 技术应用到部队的实景训练中，将与 HGXR 仿真部门合作，进行为期4年的培训。在此期间， HGXR 通过使用 AI 技术来模拟不同地理环境和威胁特性，士兵可以通过头盔影像接收由 AI 建立的动态模拟实境，包括雪地、峭壁、山林、河流等复杂作战环境，以及高温、低温、风沙、雾霾、暴风雨雪等极端恶劣天气，借此积累作战经验，强化士兵的战场反应能力。HGXR 执行长彼得森表示，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模拟战场实境是实现高效训练的重要一步，对士兵短暂的军职生涯大有裨益。同时，他认为该计划有非常繁荣的发展前景，后续随着 AI 技术的完善，将会给士兵带来更多优质的体验，进一步提升训练效率。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哈尔科夫的局势会如何发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